佛祖保佑，让他今年秋闱高中。哎，你们说吴先生真的要纳令如兰吗？那也太便宜他了吧！我要是他呀，早就寻个地方投河自尽去了。人家可不是一般女子，咱们哪比得上？谁说不是呢？咱们可要脸呢。就是。哎，小玲，来，你说令如兰嫁进来之后还来不来绣房？我们可不想再同她一起洗绣了。就是啊，孟子有云：人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旁人的事还是莫要多言的好。哎，整日一副自视甚高的样子，也不知道做给谁看。就是。你舅母那边已经回话了，让把你的庚帖送过去，这就是应了的意思。我说了我不嫁，嫁不嫁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您知道那赵玉成是什么人吗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。我只知道你嫁了他，便能衣食不愁。只怕当初您嫁给我爹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想的吧？您要是不怕我过去闹得鸡犬不宁，大可以去跟舅母换庚帖。只怕到时候您跟赵家最后这点情分都没了。你是真觉得你学了几天刺绣就长能耐了是不是？不嫁人你做什么？你是真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吗？现如今连那令如兰都能够进吴家，有了一个好的归宿，你再看看你自己，怎么就这么让人不省心？您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您是故意装病把我支出去的。是又怎样？我这都是为了谁？为了你，我连这张老脸都豁出去了，你还要怎样？难怪他昨天突然改主意了。哎，你这是干啥去啊？不是我拦着你，是如兰说啊，这几日她想一个人待着，谁都不想见。姨娘，我当真有话跟她说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可转眼间呐，再过几日，如兰就要过门了，再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你还是回去吧啊。你当真打算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如兰嫁进吴家吗？孟家妹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如兰从小是你看着长大的，她的性格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你真的相信她在污蔑吴莲吗？倘若不是，就这样嫁进吴家，你让她今后如何自处呢？可是我爹娘说，以小妹现在的情况，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何为好？女子本就不易。倘若嫁错了人，那这辈子便是没了盼头。再说以如兰的性格，她在吴家能撑过几年？我说过，小妹如果一生不嫁，我便照顾她一生一世。孟家妹子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若能退回彩礼，吴家总不能强行纳人进门吧？我只是怕我说服不了我爹。我相信二老是真心疼爱如兰，你尽管一试，我再想想别的法子。好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在绣楼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只要留心，
自然有办法。哼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这儿了。我知道，丁如死的那天晚上你在现场，第二天早上我在井边看到了你的玉佩。丁如是自己投井，他也许的确起了寻死的念头，才留下了那方帕子。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恐怕就不好说了吧。可惜，死人不会再说话，而这玉佩依旧在我的身上。我的确是晚了一步让你拾回了玉佩，但若我现在去敲堂鼓，告诉陈知府，我那晚亲眼看见了吴先生同丁如在井边争执，并在争执中故意将丁如推下井。你在威胁我这个关口，烟雨修罗再出人命，恐怕百姓那边就没那么好糊弄。想让我解除婚约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令如兰当初在我烟雨绣楼学了绣艺，如今又反过来毁了绣楼的名声，那是不是该让她把当初学的都还回来呀？如何还？这刺绣的手指废了，自然就当他是还了。你大可回去告诉他，我替他还了。你真是个疯子。希望你能信守承诺，不然大不了一死网破。你去告诉令如兰，让她好自为之。我们会尽快将彩礼退回的。您真要看着主君把这令小娘子纳进来吗？当日他来张家提亲，可是亲自许诺永不纳妾的。没有哪个女人愿意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夫君纳别人的。可说到底，还是我对不住的。我这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太安生。那令小娘子在公堂上可是说宁死都不愿意过门的，如今身不由己，奴婢怕日后会不得安生啊。我当真不明白，那令小娘子为何不愿意？虽然是妾，可那也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。你看绣房里的那些小娘子们，她们哪一个看见夫君不是一脸的爱慕崇拜？到底还是不同的。这些年你也经手了不少，就像那丁如，到底也是个可怜人。
谢谢娘，绣得真好看。只可惜，这是我没资格穿的。娘，我想回绣楼一趟，之前走得太着急，还有好多东西都没带回来。再过几日你就要过门了，到时候再去拿一样啊。过了门之后，我便身为妾室，没有吴娘子的允许，不好随意走动，而且那都是我在闺阁里的物件，进了门身份不同，到底是不同的。那我就让你哥哥替你去拿一下。那里都是女子，哥哥去了不方便。若娘要是还担心的话，让哥哥跟着我便是。好吧，那就快去快回。没有主君的允许，我不能放你们进去。我来拿我自己的东西，为何不让进？就是不行。小妹，让他进去吧。是夫人。不过绣楼多为女子，令公子还是在外面等候为好。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能想明白也是件好事，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。大娘子晚上会做噩梦吗？我倒是时常梦见丁如。大娘子当初对她说的也是这番话吧？他怎么来了？不会真的要重新回来袭绣吧？不能吧，这么不要脸呀！他的事儿谁不知道呀？跟他在一处，岂不是坏了咱们的名声？就是啊，这嬷嬷怎么什么人都让进来？
这个我不能要。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咱们这批秀女里，就属你的梨花绣的最好。我一直想模仿你的精髓，却怎么也模仿不了。但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你跟我一样不甘心，对不对？带我过了门那日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我记得你，你是那日搬进丁如屋子里的小娘子。我无意偷听，你可当我从未来过此处。丁如死了，这绣楼里的所有人连这院子都不敢靠近。你住在他的屋子里，不会害怕吗？鬼神不过是无稽之谈，何惧之有？也是，哪有人心恐怖啊？我知道你现在不会信我的话，但既然碰上了，我便多嘴一句。你想想丁如，再看看我，你又何必留在这儿冒这般风险？怀州不止这一处绣楼，你才刚来，你还有机会离开。我为何要离开？这烟雨绣楼全天下只此一家，无可代替。我来这儿不过是学艺数月罢了，学成了我自会离开。至于其他的那些，同我无关。保重。甜汤送过去了。送过去了。娘，要不然
咱们还是把吴家的那彩礼退回去吧。说什么呢？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这件事儿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但是闹成现在这样，那吴莲难免心生记恨。小妹真是嫁过去了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我也何尝不提心吊胆呢？我整夜都睡不着。可事情弄到这一步，如兰在怀州府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。正经人家，谁愿意让她进门呢？咱们可以托北边的亲戚，再帮小妹相看相看吧。说清这种事啊，就得是知根知底。若是瞒着人家，那就是小人行径了。若如实相告，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。再说了，兰儿进了吴家的门，若是不得吴先生的欢心，只要他在后院能踏踏实实的，日子还是可以过的。我瞧着那吴娘子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应当不会太为难她。可是小妹的幸福，哥哥，哥哥，我是愿意嫁的。你当真这么想？自然是真的。其实刚进绣楼那会儿，我便对先生心生爱慕，才会发生后面那些事儿。这些日子是我想差了，不仅毁了自己的名声，还连累了爹娘和哥哥。如今能够嫁进吴家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如兰，既然是你自己选择的路，娘只盼你日后能好好的。小妹，你们说话，我去铺子上看看，给孟家妹子找一些外敷的药。你手受伤了，我知道那日不是你失约，是因为我娘，对不对？是。不用管他，我们现在就走，还来得及。沈娘那天确实跟我说了很多，但那些都不是我留下来的真正原因。那是什么？我不相信你真的想留下来嫁给吴莲。为什么不信啊？你明明那么恨他。我是恨他啊，那是因为我突然知道他在哄骗我，他不止同我说了那些话而已。可抛下这些，他依然是那个秀艺超群、令我仰慕了很久的吴先生。还记得我同你说过的话吗？我想要成为这世上最厉害的绣娘。如果要是进了吴家，我便可以安心练习刺绣，偶尔得他指点，也未尝不可啊。你若真想留在怀州府，不一定非得嫁进吴家呀。吴莲已经答应这门亲事可以作罢，你若真心喜欢刺绣，找个绣坊便是了。怀州府没有任何一家绣坊比得上烟雨绣楼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得上他。你当真想好了？你不用担心我，你知道我的，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不会后悔。明日便是乞巧节了，你同我再去放一次花灯吧。小妹，
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？我爹又喝多了，我娘的手伤着了。这手伤得这么重，日后刺绣恐怕是，本也是我娘逼的，日后不绣便不绣。但你一定要好好的。好。小妹，小妹，我好说歹说，边境总算是松口了。今日是乞巧节，外面肯定热闹极了，你出去散散心也好。谢谢哥哥。我去换身衣服，我们一道去。哎，哥哥，今晚我想一个人逛逛。啊？再有2日我就嫁进吴家了，以后怕是只能在那一方小院里，再也没有这种自由的日子了。哥哥再容我一次好不好？小妹，你一个人出去，爹娘会不放心。要不然这样，我跟你一道出去，但是在茶楼等你，等你过完了，我们一起回来，啊？夫君，再过几日，令家娘子就要过门了。我想着把梧桐院拨出来，收拾一番，好歹也是一桩喜事。费那劲干什么？后院不是有一间荒废的房间吗？可那房间荒废已久，堆满了杂物。你要是闲得无事的话，回去陪陪你母亲。妾身明白。小玲，哎，你这衣裳怎么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啊？我这不想着来见你，专门管别人借了一身衣裳。哎，我记得你小时候可喜欢小兔子了。可惜我没猜中，罢了，是我与这花灯无缘。
若是也挺可怜的。我怎么瞧他都不像是那种一心攀附权贵的人，倒是那个吴莲，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你在他那儿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我与他不同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。只是这令家娘子进了吴家后，将来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啊。还是没有将来了。看，你回去把这身衣服给还了吧。有你亲手给我挑的衣裳了，谢谢这些。我要回绣楼了。哎，这么早？这7小节也没多大意思，倒不如回去看书来得清静些。那我送你。不过2条街罢了，你若是送我回去，被绣楼的人看见了，又是一番风波。林小娘子，生不快。你当真要嫁进我家吗？啊，我已经想通了，你不必担心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好有一事相求。林小娘子，请说。若是日后我有事找你帮忙，你可一定要来哦。那是自然。感谢。不必客气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
小林，来，给你，我替你赢回来的。谜底是什么？谜底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以后无论你喜欢什么，我都会替你赢回来的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秀楼规矩多，我要是把花灯带回去，嬷嬷又该念叨了。你可以替我保管吗？好，那我替你好好保管着，等你离开秀楼的时候，我再原封不动的给你送回来。一言为定。好，走啦。后日我便要嫁人了，我唯一最舍不得的，就是日后恐怕难得与你再见上一面。不过，你要是嫁人了，记得知会我一声，也好让我替你高兴高兴。我才不嫁人呢！突然有点想吃栗子糕了。至今都还记得，那天是你第一日入秀楼，就那小小的栗子糕，你帮我收买了。明明是你馋我的栗子糕吧，而且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还没学会呢？好看吗？你来试一试。哎，在秀楼里，人人都夸你针法学得快，怎么一到这厨房，手脚就这么笨啊？不做就不做嘛，学不会算了，反正有你做给我吃。婉婉，你看，这月色多美。你以后想干嘛呀？我要当全世界最厉害的绣娘，还要找一位最温柔的夫君，再有一儿一女。这话要是让你娘听见，又要说你没羞没臊了。我都已经及笄了。我以后就想开一间刺绣的铺子，再挣钱买个院子，再把我娘接出来。院子里要种好多的葡萄藤，再嫁一个这样的秋千。哎，听起来真好。那以后我就让我的孩子们认你当干娘，将他们分你一半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看龙灯，好热闹啊，真好。我哥还在茶楼等我可能要先去找他了。你也早些回去歇息吧。再见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很快的。哦，对了，后日便是初9了，
待我那日进了吴家，你记得帮我把这封信在虚实给到神捕快。方才同你讲话的那个人，此前他好几次出手相助，我也没能找到机会好好谢谢他。哎呀，反正你就记得在虚实一定要给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再有1个月，栗子就该熟了，到时候呀，就能给我们婉婉做栗子糕吃了。好啦，爷爷早些回去休息吧，我走了。死的死，跑的跑，剩下的几个还都是毛驴啃磨，嘴硬。那不是牙硬吗？李先生与这女子是旧相识。哎，你们这是在落梅图上又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？哎，李先生。哎呀，春风，那东西不值钱的，你拿它做什么？这图本来就是我拿回来的，那它便是我的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拦住他！哎，起开！哎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图本来就是我的，你老实点！放开我！发什么影电风？放开我！把图还给我！李先生，可愿意与我谈一谈？壬辰年，戊申月，丙辰日。7月初7，乞巧节，那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。那天我在灯会上为他引了一盏兔子花灯，但他又说让我暂且替他保管。我送他回烟雨绣楼，我亲眼看着他进去。那时候绣楼刚闹出人命，人心惶惶，多的是女子退学。便是从那夜后，他便忽然消失了踪影。我追到他家中去，发现早已人去楼空，家产也都悉数变卖了。就这样一夜之间，消失于茫茫人海。我就守着那一盏兔子花灯，我苦等了7年，苦寻了7年，还是一直不得他的应许。
直到今日，直到方才，我看到这落梅图上他的名字，我才知道他那日进入绣楼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我才知道为何他当年要不告而别。其实我与小林也算认识吧。你们俩是在烟雨绣楼中认识的吗？我记得他父亲是位私塾先生，或许是因此，他比旁的女子身上多了几分才气，也多了几分不屑与人为伍的冷清。他总是独来独往，一个人默默坐在角落里刺绣。那你可知他如今的下落？不过我们如今是7个人，要寻他一人不难。当年烟雨绣楼出来的女子，如今都不愿意上堂作证。也许田小玲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你可愿意将此图拿给大家伙一起看一看？眼瞅着这日头啊，是一天比一天晃人了，走2步都要出汗的。您看，这是孔雀蹄花缎，纯蚕丝的，薄而不透，通风清凉。您只要上了身子，这满大街的蹦跳去，保管着晚上到了家还是满身舒爽。黄掌柜，你真是太客气了，不就是问2句话吗？这好东西，我怎么敢收？您是咱们城中啊，牙行资历最深的。这都是规矩，我也懂，您就安心收下，别诓我就成。行，那我便不推脱了。你问的这家人，我记得，姓田，家里的男人是个教小儿识字的，家里的女人是个开茶坊的，可没错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家人。那您知道他们下落吗？下落不知道。但当时这家人挺奇怪的，是连夜走的，宅子里的下人一个都没留，全给解散了。这些婆婆妈妈还是我帮着给找的下家。那田家这些下人，您至今还有联系吗？哎，想起来了，邢妈妈。邢妈妈，哎，赵大官人，您家这菜色香味俱佳。比樊楼都不逊色，可是家里藏着什么名厨啊？哪有什么名厨啊？不过是家中的几个老妈子常年练出来的手艺罢了。啊，那这些厨娘妈妈好生厉害呀！可否让我与之讨教一二？三娘今日来用膳，怎么想学起手艺来了？你要是不依呀，三娘这便回去。依你，全都依你啊！这位便是邢妈妈吧？是我，来找您打听个人儿。您7年前的旧主，可是姓田？你是何人？我与那田家是远亲，来怀州府投奔，却找不见人影儿。多方打听才找到您，想求您给指条明路。远亲，这都是什么老黄历的事儿？你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老实交代田家去向，我们不与你回来。你这田家为何要连夜赶往京城呢？定是家中生了什么变故。你在皇城司到底任何职位？不入流的小吏。既然不入流，为何还能调动在京官员去调查田家下落？京城城内人员流动，全都记录在案，不难查达。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两位客官，喝茶吗？里面请。不喝茶。就找你们掌柜的。掌柜在这边。两位官爷不喝茶，来我们茶坊，有何贵干呢？掌柜娘子啊，你
家可曾有个女儿叫田小玲啊？您是？怀州府烟雨绣楼出了点事情，我们秉公办案，问你女儿几个问题，行个方便。二位怕是来错地方了，我们家没有女儿，也不知道什么烟雨绣楼。二位请便吧。我已查过二位在官府的游荡，不知你们有何顾忌？你又是哪位呀？他，当朝皇城司2品大员，识相的话，可免受皮肉之苦。天子脚下也敢行骗？皇城司最大的官也不过就是正2品，是我们查访的常客。这位官爷，看着面生，您的正2品是谁给你封的呀？告诉人家是谁封的。大娘，其实我还说不是骗，说不上来了是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跑这儿来请骗来了！别逼我动手啊！你敢动手，我把你这条腿也砸断！走。你们喝，继续喝啊！娘子，我看刚才年轻那位，似乎的确是个官爷。我怎么记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？就算真的是官爷，你还想如何？我不想如何。你要我说，趁着夜黑，摸进后院，一间一间的找，然后将人绑了回来，再带回怀州府。这里是京城，你若敢如此，我就将你捉拿归案。那你说如何是好啊？谁呀两位官爷，有事啊？我是田小林他爹。就是你啊！是我。对不住啊，白日我让店里小二偷偷跟踪了两位，方才知道两位下榻此处。深夜忽然造访，打扰了。老人家，既然已经来了，肯定是有话要说。两位白日也看到了。我家娘子行事霸道，她呀是不愿意再提及旧事，就连我也不让问。一晃7年了，我这心里头一直都是疑窦重重，从来都没有放下过。今日听两位说是为了烟雨绣楼一事而来，我就想过来听听各种缘由。不如你先说说，你所谓的陈年旧事是什么？这要从7年前说起了。小玲当年在烟雨绣楼学习刺绣，师主也都在那里。当时有一个女子与吴莲打起了官司，是非曲直，谁也说不明白。我担心小玲的安危，就想接她回家，让她避一避，但是她却不愿意。没想到没过多久，绣楼里的嬷嬷说突然让我们把她接回来，说她是私德有亏，与绣楼外面的草莽男子有了勾连。小玲她如何？难不成也过世了？她倒没有，她算是保全了一条性命吧。只是我们把她接回来的时候，就已经神志不清了。孩子，收个东西吧。我家娘子看到后，又是气恼，又是心疼，就怕这事闹大了，传扬出去，名声不好，于是便决定举家搬往京城，心想着
在这里开一间更大的茶坊。等赚够了钱，你能为小玲找个名医治病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那个嬷嬷说的每一句话，因为我自己养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心性，我是最清楚不过了。他不是那种人呀，这其中肯定有鬼呀。所以，如果两位真的是为当年之事而来，我想拜托两位，请一定要查明真相，还我女儿一个清白，谢谢了。哎，老人家，哎，舍不得，舍不得，来来来。不如明日一早，让我们与恋爱见上一面，当面细聊。可是，小玲她不在京城。不在京城？那在哪儿？这7年间，她从未离开过怀州府。清水庵。对，就在城外后山。那既然决定举家搬迁，为何要将他一人留下呢？据田小玲她爹说，这事儿也神了。当年他们全家刚出城，在清水庵歇脚祈福时，那疯癫的女儿突然不再哭闹，竟赖在佛堂里不走，任凭任何人去劝说，都不再出山门。他爹娘商议了很久，在清水庵也滞留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决定顺了他的意，让他留下。所以这7年他就一直在这庵中。对，田小玲的爹后来悄悄看过他几次，只是这座尼姑庵不许男香客踏足，所以到现在他也只知道他的法号觉明。李先生，不可冲动。当年小玲要是遭了无脸的毒手，失了心智，那一定是绣楼里的嬷嬷知道他与我的关系，便顺水推舟将此祸根栽赃在了我的头上。我和沈木也是如此推测，只是不知道这田小玲的娘竟能如此轻易地相信嬷嬷的鬼话。能将茶坊开去京城的，自然不是蠢人。或许他母亲根本就不是相信，只是替女儿认了命，不想再去探究其真相。那既然我们都知道了田小玲的行踪，那就速速与她会一会面吧。我这就去清水庵去寻小玲。李先生，这清水庵乃佛门重地，男子不宜随便闯入，可否先让我去一趟？你已等了7年之久，在乎这7个时辰吗？我尽力带回好消息。罢了，那你去吧，我等你的消息。我们在绣楼这么一闹，又裁了吴莲的落梅图出来，还烦请刘捕头多盯着他一些，怕暗中有什么动作。放心吧，我一定盯好他。师傅，弟子初到宝刹，想寻一位小师傅。施主有礼了，不知您要寻的是哪一位？俗名田小玲，法号觉明。怎么了？觉明入院以来，还从未与俗世之人会见。施主，请随我来。
世人修习佛法，大抵是为了寻求解脱之道。不知小师父青灯梵音，相伴多年。见国公夫人的那个晚上，我想了整整一宿，直到天光微微泛红，终于想起了一件事情。原来，我与如兰初相识那一日，她偷偷往我手中塞的那把药，叫女针。而是如兰被吴莲、被府衙、被怀州百姓茶余饭后嘲笑、讥讽所玷污的清白。小林，我知道你心中一定还有为割舍下的人与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你不答，那我便继续说下去了。你与我同在烟雨绣楼习绣，你怕是早已忘了我，但我却一直记得你。那会儿，如兰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在绣楼里，他的名字也经常被举来举去，唯独你独来独往，置身事外。但你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会是下一个他吧？
甚至未得过一夜安眠。我用了7年时间筹谋算计，才有的今日局面。我寻得了当年怀州府衙的捕头刘星，他因吴莲被打瘸了一条腿，白白蒙冤入狱7年之久。我寻得了当年从吴莲手中逃脱的刘三女，她虽有幸从绣楼脱身，但却被迫违纪，就连最真实之人也遭到了吴莲迫害。我还寻得了在京城为官的沈木，他同我一样，这7年间未曾有过一刻忘怀，一直在寻求公义之道。还有华师镖局的镖头冯大，黄继秀庄的掌柜黄娇娇，还有一位与你是旧相识，李春风。我们这些人都同吴莲、同烟雨秀施主，这世间已无田小玲，只有觉明。你认错人了，请回吧。阿弥陀佛。阁下是？贫尼清水庵住持，法号慧晨，见过施主。贫尼听闻施主是来请觉明下山的。是。此行本就只有1成把握。果然。觉明师傅并未应允。既然只有1成把握，施主又为何执意而来？即使毫无把握，也是要来的。今日未能如愿，明日还要再来。觉明自入庵以来，每日晨诵之前，都要手持剃刀立我门外，请我为他剃度出家。日日遭拒。却日日还是要来，这一点倒与施主有相像之处。那法师为何要拒绝他？他心中尚有万般执念，即使去了这头上的3000烦恼丝，又能如何呢？他的遭遇您都知晓了。当年觉明初入庵中，经常睡到半夜，便突然从睡梦惊醒，厉声哀嚎。我从没问过他，他也从未亲口说过什么。直到有一晚，他在灯下夜转一信，将当年的事由经过告知于我。我读过之后，便将那信函烧掉了。既然法师已知晓事情经过，不知法师是否可以帮忙劝说1、2？只要那觉明师傅愿意同我一块下山，
陈年的冤案，多年的劫难，便有可以讨回公道的转机。施主，可曾想过，你如此追究不舍，是否妥当呢？惩恶除暴，乃是天理所在。弟子不明白有何不妥。这一来，请施主扪心自问，你行事至此，到底出于公义多一些，还是出于私心多一些？弟子不敢欺瞒，的确出于私心更多。这二来，凭你以为施主只念及自身的无惧无畏，却并未体谅他人的畏惧，这旧事重提，未必是这些受难女子内心所愿。这不仅让他们又添烦恼煎熬，一招不慎，还会将他们再次置于险境之中。施主可考虑周全了。依照法师之见，此事该当何解？这世间万事万物，并非事事得解。若要寻解法，只需谨记一条：为了公义而伤害到他人，便无功可言，更无义可言。弟子无心扰宝刹清幽，可今日未能将觉明师父请下山，若夜中有外男闯入，还望法师能通融一二。多谢施主提醒，贫尼自会提前吩咐。师父，安岳乃清修之地，若夜间有男子闯入，若心中安宁，又何惧一男子？若俗世尘缘未了，便是这院墙再高3丈，禅房再住7年，也挡不住思凡之心。万法因缘生，亦随因缘灭。阿弥陀佛。山上才迷雾，春风卷晚袖，林路湿落入，休将憔悴月，提笼风辜负，却身奔波鸣，轻启程难遇，庭前燕烧遥，山上才迷雾，春风卷晚袖，林路湿落入。
玲，你说话不算话的。这盏花灯，我替你保管了7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来管我要啊？你说话呀！你到底要不要？你要是不要的话，我就拿去扔了。小玲，田小莲。小玲儿，你说我们俩是谁把谁给弄丢了呢？是你把我给弄丢了吧？还是我把你给弄丢了？这些年我一直不敢搬家，我的破房子，夏日漏雨。冬天刮风，我每一天都在挨。我生怕有一天你回来，找不到我了。我为了找你，把怀柔城都翻遍了，我一家一户的翻墙入室。有一次被困在别人家的地窖里，险些被活活饿死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你送我的诗集我也不敢翻，你送我的衣裳我也不敢穿，我生怕把它们弄坏了。小莲，我们的这些过去，你真的都不要了吗？那年七巧节，你问我灯谜的谜底是什么，我没告诉你。其实谜底无非2个字：蝴蝶。只是那时候我以为，那一定是春暖花开、双宿双飞之天。可现在看来，那不过是庄周梦蝶，梁祝化蝶吧。小玲，你不愿意见我，我不怪你，但是我会在山下等你的。我李顺风没有2天万，也没有10里红妆，但是只要你愿意踏出这山门一步，我定许你不离不弃。
大娘子，咱家来客人了，是烟雨绣楼的吴先生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听闻吴先生到访，主君，徐大娘子回来了。娘子，烟雨绣楼出了一批新绣样，吴先生特地亲自送来，要给你瞧瞧。谢过吴先生。徐大娘子客气了，礼尚往来，你往烟雨绣楼送了礼物，我自当是要还礼的。吴先生费心了，这烟雨绣果然是高雅之物，真是只有吴先生这样洁身守道、品行端正的磊落之人才绣得出。徐大娘子，怎么像是初见烟雨绣般？7年前，我也是在烟雨绣楼细细教授过你刺绣的。吴先生，您这是……哦，难道徐员外还不知道？徐大娘子的本名唤作孟婉，也曾在烟雨绣楼习绣。主君，无妨。这顾家青妹之言骗得了别人，吴先生却是万万骗不过的。毕竟你我2人相识于烟雨绣楼，这说起来，吴先生也算是半个媒人呢。是啊，吴先生，当年陪我家大娘子去绣楼选绣品，遇见了小婉，才有了后来的亲事。如今是因为小妾扶正，怕传出去有损小婉的声誉，我才做主让她谎称顾家青妹。吴先生，见笑了。是啊，吴先生，我的身世，主君早已知晓。这些年的经历，我也早已同他说过，还有些未说全的，想是主君也不会太介意。毕竟如他此般宅心仁厚之人，也不太会介意这些身外之事。此生能得此2人相伴，是妾身前世修来的福分。吴先生，您与那吴大娘子伉俪情深，恩爱多年，想必对我刚才此言感同身受。入夜了，我这也不便多做打扰，先告辞。那就送送吴先生。主君，我去吧。
告辞。我属实没有想到，当初在绣楼里那个唯唯诺诺的寒门小女，如今竟有如此手段，把怀州府闹得个天翻地覆不说，还能将家中的主君哄得团团转。哦，对了，那幅《雪中落梅图》也是被你派人裁去的吧？是又如何？今日还有一件趣事，或许徐大娘子还未曾听闻吧？何事？城西郑家娘子，也在烟雨绣楼学过刺绣，如今已嫁为人妇，阖家美满。不过今日午后，却突然服毒自尽了。人倒是救了回来，却还未清醒。据说是前几日有人上门叨扰，逼他做什么人证，随后人就一病不起了。这条性命要是被你害了，徐大娘子是否会后悔啊？吴先生，您今日如此着急上门来威胁，不就是怕自己的丑事曝光吗？我有何丑事？不妨说与我听听啊。我会让你亲眼看看，我吴连是如何平步青云，烟雨绣楼是如何更上一层楼的。哼！诸位怎么今日全来了？你不是让我盯着吴莲吗？我见他今日来你家中拜访，心有担忧，于是和大家伙商量了一下，便趁着夜色潜了进来。孟晚谢过各位了。你怎么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？